上星期又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他决定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他其实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至今大概2年左右吧。但这并没有什么对错的选择，有些人确实很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像我们这位朋友是因为觉得这里的人太冷漠了，他不想再努力，而且也觉得这里的生活并不适合他，所以就毅然决然选择离开。但这让我反思了一些问题，就是像我们移居到国外，无论是来留学的、工作的，还是因为伴侣而移居到这里，又或者是移居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在人生地部署和文化差异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到底需要经历多少阶段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适应和接受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又或者说，当你成功移居到国外，才发现外国的生活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时你的人生追求还会是一样吗？嘿，大家好，我是小云。我跟我身边很多外国朋友都聊过这个话题，这里包括想来的、新来的、年轻的、中年的、退休后的，又或者像我这种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的。我发现我们在每个时间段都有不一样的看法，乃至现在我回想20年前刚到荷兰的自己，我的感觉和我的想法都不再一样了。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将它分为3个阶段。我觉得这3个阶段是每个移居者必经的过程。如果你有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经历和不同的看法，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首先，无论我们是以什么理由到国外，当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的第一阶段肯定是先学会生存，就是学会当地的生存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养活自己和如何相对融入当地生活。你可别小看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很多人会放弃的阶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像婴儿般从零开始学习。一般普通百姓到国外就要想着如何养活自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多不顺的地方。我身边几乎所有的外国朋友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包括我自己。我在这个过程也挣扎过、抱怨过、愤怒过、沮丧过。我也想过放弃，也想过回马来西亚生活，不再回来了。总觉得这里所有事情都在与我对抗，比如找工作不顺利、认识不到朋友、不会说当地的语言等等的问题。感觉这里不比自己的国家好，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奋斗。你可能现在就有这些想法，但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回想当初刚到这里生活的自己，就觉得当时的自己非常幼稚、年少无知。现在回头一看，就觉得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程而已。我在这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切都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过说实在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找工作时，我也没有办法选择特别轻松、工资比较高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求神拜佛，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工作。老板给多少我就拿多少，而且这里有很多工作都需要有工作经验。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在住的地方我也无法挑，就是租金越便宜越好咯。那第一阶段的过程会持续多久呢？说实话这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在1-2年内就能够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我年轻时的领悟力并不高，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接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你问有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快速通过第一阶段，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呢？有啊，我在我之前的影片就说过了 N 遍，真的是 N 遍就是尽快学会当地的语言，多和当地人接触，不管是在学校、公司还是私人社交圈，因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熟悉当地的环境和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在当地存活下来。当我们突破了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你在国外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意思了。你会觉得国外的生活也可以很有趣。这个阶段的你会比较自信，
你可以开始自由选择工作，收入也会比较高而且稳定，甚至你可能在职位上有了升迁和培训，同时你还有一些闲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的居住生活和环境都有所改变。第二阶段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它让我看见了希望。我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懂了如何享受这里的生活，像是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认为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你很快就会厌倦了这份工作。即便你的工资可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但在精神上很可能就无法让你持续太久，最后你还是会换工作，或是选择离开这个地方。无可否认，生活还是非常现实的，我们没有办法每次只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了之后才喜欢上它的？所以如果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很不喜欢，你还是有很多抱怨，你还是不快乐，那我想这就是时候你该寻找下一个机会了。当你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你就会有一点点成就感，你会更愿意花时间去探索和去了解。那你问这个阶段会持续多久呢？我觉得会很久很久，除非你愿意不断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自己，不然的话，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在进入第三阶段之前要为自己做一些规划的阶段。我还未进入第三阶段，不过我说出来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我们将进入退休的阶段。我在这个阶段要考虑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有足够的退休养老金，可以支付我们的生活费、医疗保险费，也可以让我们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方式。还有的就是我们想在哪里退休。我在这之前也做过了一支影片，有关于荷兰的退休制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总和而言，这里现在的退休年龄是66岁10个月。到我该退休时，我想退休年龄可能就会增长到70岁左右。我无法想象70岁的我还在工作的模样。但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里只靠国家养老金是无法让你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所以自己还是要为自己做打算哦。人这一生有多种选择，想要什么就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试试看。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自己的未来自己谋划。稻盛和夫说，内心不渴望的东西是不可能接近你的，所以你当下种下的种子就是你未来将结的果子。如果你现在还在第一阶段挣扎中，先别急于放弃和抱怨，先看看自己当下做对了吗？因为你还不晓得，当你熬过了最艰难的第一阶段，接下来迎接你的会是什么？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里的退休制度，你可以参考这支影片。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